2026年1月，白银冲上了名义历史新高，没过了多久又从高点大幅回落。你可能会问，同一块金属同一年先是大涨，接着又大跌，这是怎么回事？行情涨涨跌跌本来没什么稀奇的，但这一次的反常不在 K 线里面。就在这段时间，两个超级大国隔了不到2个月，先后对同一块金属动了手。2025年11月7号，美国把白银第一次列进了关键矿产清单。不到2个月，2026年1月1日，中国把白银的出口配额换成了许可证制度。两个阵营2个月，同一块金属先后改判成战略物资，一个要补进口的缺口，一个要管出口的流向。同一块金属，两边锁的是同一批的供给。听起来像是白银的命运被一个国家一把拽住了，但市场也确实炒了半年的断供的这么一回事。但这里面有一个谜，文件里面写的和白银真实发生的事其实是两码事。真正决定白银的命运的3件事，那2份文件里面一个字都没有写。我是浩哥，这一期我们来拆一下这场资源暗战，谁在锁的是哪个环节，以及为什么断供的传闻和真正紧的根本不是在一个地方。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份文件，美国的那一份到底写了什么。2025年11月7号，美国内政部发了一份清单，叫做2025关键矿产清单。这份清单上一共列了60种矿产，比上一版多了10种。白银就在新加进去的这10种里面，这是白银第一次被美国正式定义为关键矿产。什么叫关键矿产？说白了就是美国官方认定的这东西对经济和国家的安全很重要，而且供应链有断的风险。那列进去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承认白银不再是普通的工业原料，它是具有战略属性的。列进了这份清单，美国会把白银纳入到供应链风险评估的范畴里面，相应的地质调查和产业研究也会跟上。这份清单也不是说谁随随便便拍脑袋定的，而是按照美国2020年的能源法，它至少每2年要更新一次。你看一下，草案阶段列了54种，建议新增6种，白银就在这里头。中稿扩到60种，新加10种，白银从草稿到中稿一直就在名单上，说明它是被认真评估过的，不是谁临时起意的。那就有意思的问题来了，美国为什么是现在把白银把它升进去清单里面？很明显不是因为美国突然发现白银很有钱很有价值，而是白银现在卡在了几个最关键的产业链上。光伏、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这些产业吃掉的白银一年比一年多。美国一边要建这些产业，一边发现自己地下产的银不够了。所以美国内政部里面的新闻稿里面官员讲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关键矿产的支撑是10000亿美元级别的产业，进口依赖会让这个关键领域承担风险。内政部长还补了一句，要确保支撑能源、国防、技术供应链上的矿产在美国本土开采和加工。你看一下，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了。美国把白银列为关键矿产，理由是进口依赖有风险。换句话说，美国承认自己白银不够。有意思的就是白银的供给70%以上，其实根本不是从银矿来的，这个我们后面讲。所以美国这份清单本质上是冲着一个补进口缺口这么一个操作去的，这是第一个阵营的动作。那么另外一个阵营，中国动手的逻辑跟美国是一样的吗？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中国的那一份才是全篇最强的反转。2026年1月1号，中国把白银的出口从配额制改成了许可制，规则覆盖到2027年。白银跟钨、锑一样被纳入了国家统一经营的管理体系。配额和许可听起来差不多，机制不一样。配额
是先定一个总量，再分配给企业，许可是定一个门槛，谁达标了，谁就能来申请。中国这一次是从前者换到了后者。消息一出，市场上中国断供白银的说法铺天盖地，逻辑听起来很顺，中国限制出口了，全球白银更少了，价格当然要涨。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翻一下政策的原文，你会发现3件市场根本没有讲的是：第一件，出口配额是连续3年暂停了，不是今年才开始锁的，已经锁停了3年。第二件，拿到出口许可的企业44家，比2025年还多了2家。第三件，想拿这个许可得同时满足2个条件：年产白银80吨以上，加上3000万美元以上的授信额度。那这3件事加起来说明了什么？那只能说明中国不是把门关上了，是换了把锁，而且拿到新钥匙的人还多了2个。门槛筛掉的是谁？是年产不到80吨的中小出口商，不是总量被砍，是能上场的人给换了，小摊贩进不来，留下的是大厂。换句话说，拿到这44张牌的都是年产过80吨的大厂，这些大厂本来就占着出口的大头，所以政策换的形式是对实际能出去的量影响没有那么大。真正被挡在门外的是那些产量又小、资金薄的中小出口商。所以你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要断供的话，为什么拿到牌照的企业反而变多了呢？这个账市场很少算。其实更有意思的是，白银协会自己在2026年2月10日的新闻稿里面写了一句：关于中国出口政策的担忧，近几周已经缓解了，一手机构都拿出来降温了。同一份新闻稿还提到了全球白银市场会继续靠释放地上库存来补缺口，实物市场本来就紧。所以你看，一手数据和政策原文都跟断供叙事是对不上的。那市场炒了这半年的紧张，那紧张又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真正的紧其实不在文件里面，是在3个文件根本不会写进去的地方。在揭示第一个之前，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白银价格涨了，矿商会为了多卖一些钱去多挖一些白银吗？会还是不会？先记住你的答案。答案是不会。这就是白银跟几乎所有其他金属最不一样的地方。铜价涨了，铜矿会加紧挖；锂价涨了，锂矿也会扩产。但银价涨了，银矿不一定动，因为大部分的银根本不是从银矿来的。全球大约 72% 的白银不是从银矿里面挖出来的，它是挖铜、挖铅、挖锌、挖金子的时候顺带出来的副产品。这个数字是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口径。什么意思呢？每挖出来的100份白银里面有72份是别人在挖别的金属的时候捎带手出来的。真正专门为白银开的矿其实只占 27.8%。 按供项量来排，铅锌矿排第一，铜矿第二，金矿第三。光是铅锌矿这一项就贡献了将近 30%， 比专门挖银更多的矿。白银在这些矿里面都是搭顺风车的。那这对于价格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简单打个比方啊，你去水果摊买西瓜，老板顺手送了你几颗葡萄，现在葡萄价格涨了，你会为那几颗葡萄专门去买个西瓜吗？当然不会。白银就是那几颗葡萄，铜、铅、锌才是西瓜，矿是围绕着西瓜去设计的，不是围绕着葡萄去设计的。这就是副产品结构最反常的地方。主矿不值钱了，副产品再值钱也带不动开工。所以你看，银价涨得再高，铜矿也不会为了白银多开1天工，价格的信号传不到矿山这一层。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矿是围绕着主矿设计的，一个铜矿开不开工、扩不扩产，看的是铜价，不是看银价。所以很明显，
铜价跌了，哪怕银价涨得再高，这种矿也有可能减产，白银的产出跟着一起掉，这就是副产品结构里面的根本约束，这就是所谓的供给无弹性。听起来好像很专业，说白了就是供给不一定跟着价格走，价格涨，供给不一定跟着增。那这里就有一个冲突了，谁占便宜？掌握铜矿、铅锌矿的大矿商，主矿的钱已经赚了，白银是白捡的副产品，涨不涨都行，谁吃亏呢？下游的光伏厂、芯片厂，他们要的是银，但银出多少由铜矿开不开工决定，不由他们说了算。对于光伏厂、芯片厂来说，白银是产线的绕不开的材料，一年光伏的工业需求就要吃掉6亿5千万盎司，价格涨了它也得买，这就是刚性需求。银价涨，需求压不下来，矿又不会为了银去多挖，两头一夹，紧就是这么来的。正因为矿产这一头拧不动，白银每年的供给就像被卡住的水龙头，进水口固定，不管下游有多渴。那么下游到底有多渴呢？这就引出来第二个文件没有写的地方，地上的那个水池已经被连续抽了6年。第二个文件没写到的地方，在地上那个库存水池里，白银协会和 Metal Focus 每年都会做一份旗舰报告，叫做世界白银调查。2026年4月份那一版写了一个数字，2026年全球白银供应的缺口 46.3 个百万盎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年全世界挖出来的银加上回收的银加起来比用掉的还少了 46.3 个百万盎司，不够的部分是从地上的库存里面抽出来补的，而且不是这一年，这是连续第6年的赤字。2025年的缺口是 40.3 个百万盎司，从2021年算到现在，累计从地上库存抽走了大约762个百万盎司，接近一整年的全球矿产量。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教你看一下数据啊。白银协会2月份发布的新闻稿的时候，预测是67个百万盎司，到了4月份的旗舰报告修正成 46.3 个，从年初预测到年中的修正，数字降了，但方向没有变，还是赤字，还是第6年。看这份报告要分清预测的口径和中算的口径，别拿2月份的预测当作定论。我换一个说法，可能你更加有感觉，这个行业用百万盎司做单位，1盎司大约31克，100万盎司就是31吨出头，762个百万盎司差不多就是2万多吨白银，从地上的库存里面搬走了。那这个水池像什么呢？像是一个浴缸，进水的水龙头是矿产和回收，出水的口子是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现在的情况是出水比进水快，连续第6年了，水位一直在降。地上库存就是已经炼出来还没有被用掉的白银，存在金库和交易所里面，这是缓冲池，缓冲池被抽了连续6年，意味着一旦哪一天供给出现问题，能拿出来应急的存量在变薄。其实2026年全球白银总供给预计达到 10.5 亿盎司，是10年来最高的一年，矿产也有8亿2千万盎司，但需求这边光是工业需求就要6亿5千万盎司，再加上投资啊、珠宝啊、银器啊，总需求还是压过了总的供给，进口水开到最大还是不够出水，投资需求也在涨。2026年实物投资预计2亿2700万盎司，涨了 20%， 是3年的最高点。不光工厂在抢银，投资者也在囤。那有意思的是，需求这边也不是齐头并进的，珠宝需求降了 9%， 银器需求降了 17%， 但工业需求还是顶在6亿5千万盎司，说明吃银的主力不是首饰，是工厂、光伏、
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一年比一年吃得多。那有没有哪一个进水口是能够跟着价格走的呢？有一个回收。2026年白银的回收量预计超过2亿盎司，是2012年以来第一次，涨了 7%。 这是供给端唯一会对价格反应的部分。银价高了，把旧银器、废旧电路板里面的银回收出来就更划算了。但回收的盘子也就那么大，一年2亿多盎司，跟6亿多的工业需求来相比，补不了大动。大头还是矿产那一块，而矿产还是拧不动。那所以说6年的赤字抽下来，结果是怎么样的？不是价格一条线的往上涨，是憋了一阵，猛冲了一下再回落。为什么？因为价格的信号传不到供给端，库存却一直在被抽。这种结构历史上表现为波动幅度放大，不是线性上行。这一点比任何一份政策文件都重要。那还有第3个文件没有写到的地方，跟前2个不一样的，它讲的是中国真正握住的到底是哪一环。第3个文件没写的地方在冶炼。说到中国的位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是白银大国。这话对，但只对了一半。你看全球白银矿产国的排名，墨西哥常年第一，2025年产了 172.9 个百万盎司，占全球差不多1/5。不过墨西哥连续3年产量在下滑，中国、秘鲁紧随其后，秘鲁那年还涨了 7%。但不管怎么样，墨西哥是挖得多，它不炼，挖出来的矿石最终得到拥有冶炼能力的这些地方去炼成成品。那中国的特殊在哪？中国的模式是进口银矿石和含银的铜铅锌金矿，在国内炼成成品银再出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白银冶炼加工方之一，这个地位是来自它的铅、锌、铜冶炼体系，不是来自地下的银矿。我打个比方，油田在中东，炼油厂在你家隔壁，谁挖出来的原油不重要，谁能把它炼成汽油，谁才卡着脖子。白银也是这个道理，矿石可以到处挖，但炼的能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那这就是为什么冶炼这一个环节才是真正的战略锁点。矿石谁都能挖，但炼的能力集中在哪里？那里的政策动一动，全球成品的流动就会跟着变。中美两边的政策，一个是补进口，一个是管出口，都落在了成品这一环，这不是巧合。顺带说一句，这跟有人担心的政府来没收你的银是两码事。这一期讲的是国家怎么控制流动和供给链，不是没收私人的所有权，两个机制完全不同。这就是资源暗战真正的棋盘，不在矿山，在中间那一端。你想想，美国列清单是为了补进口缺口，补的是成品；中国上许可，管的是出口，管的也是成品环节。很明显，两边动的都不是矿，是中间冶炼和流通。同一批成品银，两边都在抢。那这个结构对于我们看懂白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下次再看到美国限制某金属出口的新闻，别只盯着矿，要问一句，它锁的到底是哪个环节？是矿山，是冶炼，还是说出口的手续？这3个环节锁哪一个影响完全不一样。讲到这里，开头的那个谜可以收了。2份文件听起来像是在抢白银的定价权，但白银真正的命运在3件文件没有写的事上。 72% 的副产品结构，连抽6年的库存，以及冶炼环节的集中。政策能改的是流通，改不了的是供给。那回到你最关心的2个问题，后市怎么走，你该怎么做？我们最后来捋一捋。先说后市，前面讲了，白银的供给对价格几乎不反应，库存又被连抽了6年，那这样的产品后市怎么看呢？给矿价不给价位，
如果副产品结构不变，赤字继续，地上库存继续被抽，历史上这类供给对价格不反应的品种，通常不是价格一条线的涨上去，而是波动幅度放大，涨的时候猛，回落的时候也猛。这不是预测，是结构决定的特征。那具体盯什么？我给你4类信号，你自己可以长期去看。第一，盯矿产量和它的母矿，72%的银跟着铜、铅、锌来走，所以要看铜矿、铅矿、锌矿的开工和扩产的计划，它们动了，白银的供给才会动。比如铜矿、铅、锌矿减产的消息，往往会比银价本身的波动更值得你去留意。第二，盯地上的库存抽取的速度。白银协会和 Metal Focus 每年出的一份市场平衡表，看赤字连续到了第6年，当年的缺口有多大，这是判断紧不紧的最直接的尺子。第三，盯政策文本本身。中国商务部的许可名单，每年企业数的门槛会不会变？美国关键矿产清单至少每2年更新一次，切记别看新闻标题，看原文。第四，盯工业需求结构和回收量。光伏、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吃银吃到什么程度？回收量今年能不能继续往上走？这是供给端唯一能对价格反应的部分。再说一下你怎么做。下次看到某国限制某金属出口的标题，先问一下自己3个问题。第一，锁的是哪一环？矿山、冶炼，还是说出口手续？白银这一次锁的是出口环节，而中国真正占优的是冶炼，不是开采。第二，是真收紧还是换一个形式？配额换成许可，拿到牌照的企业不减反增了2家。第三，门槛筛掉了谁？80吨3000万美元，这2道门槛筛掉是中小出口商，不是总量。这3问比任何一篇断供的文章都好用。还有一层叫尺度，政府想问题用的是10年的尺度，新矿从勘探到投产通常要10年。而且大部分的银矿还不是主矿，比如一座新的银矿从勘探到出第1吨银，中间要过环评、融资、建设10年，其实都算快的。但一条某国限制出口的新闻，可能1天就能够把市场的情绪给掀起来。政策新闻和价格的波动用的是天的尺度，你拿天的尺度去反映10年的事，尺度这样是错配的，本身就是这种资产波动大的原因。你看政府在做的是锁实物和产能，列清单啊、发牌照啊、建储备啊等等，而散户最容易做的是什么？追着新闻的标题，买卖纸面头寸，两者面对的是同一个供给的事实，动作却完全相反，只是呈现对照，不替你做决定。那回到开头的那个画面，1年之内白银先冲名义历史新高，又大幅回落，涨跌的数字会过期，但底下这3件事不会。副产品结构、6年的赤字、冶炼的集中，这3件事才是白银真正的账本。这种拆法我每个月都会做一期，订阅一下，下一个月的账本你不会错过。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你觉得白银这6年抽下来的库存最后会以什么形式补回去呢？是矿增产，还是回收爆发呢？还是需求自己回落呢？评论区听听你的判断。